为上期不是录了那个严明嘛，也大概说了一下跟有一位摄影师罗伯特·亚当斯的东西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首先第一个他们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是这两个人都是学文学的，罗伯特·亚当斯也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这种摄影师，而且他们作品里边有一种学文学的人的这种特点，特别是罗伯特·亚当斯就在那个时代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选题上，正是因为他这种选题的独特性，让他在那个时代树立起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旗帜吧。罗伯特·亚当斯呢，是1937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最早期的童年是在城市里面长大的，但是稍微大一点之后呢，他们举家迁到了美国的西部科罗拉多州，住在丹佛市的一个市郊的这样一个地方。据他自己回忆，就是说他其实刚从一个城市的环境到了西部这样很荒凉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觉得我一开始是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地方。后来整个美国西部开发的时候，就有一些新的人造的一些东西啊，公路啊、场地啊、汽车呀、新的建筑啊，就进入到了这片荒凉的土地上。这些东西呢，可能就对于罗伯特·亚当斯从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他就会有一种对比和冲击感，就会嵌入到他童年的一些回忆和记忆里面。很年轻的时候，在28岁，1965年的时候，他就拿到了文学的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呢，他就去了科罗拉多一个学院去教授英文。在教授英文的过程当中呢，他一个朋友从韩国回来，带了一个35毫米的相机，罗伯特·亚当斯就拿着就拍了一下，玩了玩。半年之后呢，他就自己买了一台这个相机。但是呢，这个绝对不是他对摄影的第一次的认知。据他说，他最早的时候对摄影这个事情有概念，是他的姐姐给了他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就是《The Family of Man》。Jeff Wall 不是也是受到这本杂志的一个影响吗？还有一个就是他早期的启蒙，他们家住的那个地方离当地的一个 Art Center 的 library 非常近，而且那个 library 呢有很多艺术类书籍的收藏。浸润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肯定会接触到各种各样艺术类的东西。然后他开始拍照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是在兼职，还是在教书。他应该是在1970年左右的时候就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全职就开始拍摄的工作了。他早期的时候是比较艰苦的。但是呢，这就是说贵人也就来了，就是他去了摩马见了萨科夫斯基，萨科夫斯基呢就买了他4幅作品，而且呢，萨科夫斯基这个人非常厉害，他就看到了亚当斯作品上有不同的东西，于是就在1970年到1971年大概这段时间，就帮罗伯特·亚当斯和另外一位摄影师一起办了一个双人展在摩马，然后在1974年呢，又帮助他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一本摄影集，就是《New West》。这本摄影集呢，萨科夫斯基亲自为他做的序言，非常精准的描述和概括了罗伯特·亚当斯作品的一些内容和他的意义，甚至说他已经把他推向了摄影史的一个地位。因为在序言里面，他有带到过说这本书的影响力应该和沃克·埃文斯的《American Photograph》还有罗伯特·弗兰克《Americans》是一样的。萨科夫斯基在给他出完书之后呢，1975年就来了影史上非常著名的新地形那次展览，就邀约了史蒂芬·肖尔罗伯特·亚当斯贝谢夫妇这些人。这个新地形呢是这个展览的主标题，但是其实这个展览的副标题更加的精彩。萨科夫斯基用一句话把新地形全部就概括了，他就说被人类改造过的风景。罗伯特·亚当斯的作品对于普通的观者来看的话，确实是非常的平淡，甚至有些不理解。但是恰恰是因为这种原因呢，也是罗伯特·亚当斯作品的一个特点。他非常的克制，非常的冷静，非常精准的去暗示了一些问题，而且这里面有一些他自己独特的一些审美在里面。这个风景就之前如果没有这些人造物的话，也许就是亚当斯童年时候对这片土地的一种记忆。现在呢，他就很敏锐的感觉到了有一些东西出现在这种自然的里面。他的每一张照片几乎都涵盖了自然、人造物，而且这里面会有一些不平衡的破坏感在里面。特别是他这里边出现了好多的电线或者电线杆这种东西，如果作为一个纯粹的比如说浪漫主义的这种风景摄影师的话，这些元素可能是要去回避的。但是作为罗伯特·亚当斯呢，他可能是刻意要去把这个东西放进画面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当下的时间背景。现在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很多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你回溯到60、70年代，那时候刚刚这个城市化进程还在起步的阶段，所以很多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的这种所谓的新地形是非常有划时代意
义的。他最早的时候，他说他其实受到了安塞尔·亚当斯的影响，他有一张非常著名的那个作品叫《乐声》。他说我最早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大受震撼，甚至说就把这个当成自己早期作品的一个标杆。他自己其实是喜欢自然的，但是他在拍摄的时候呢，强烈的感受到人对自然的一种改造，可能他觉得不舒服，但是他会去拍。他说我觉得我在拍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包括他后来拍了很多那种树木、荒山什么的，其实乍一看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那种感觉。他就说科罗拉多这边有2个比较重要的产业，一个是渔业，一个就是木材。这个在他后面的一个作品叫 Turning Back， 他有着重提到过，早期拍到过一些这种巨型的树。这个是他的妻子嘛，就他让他在那个树下面，就为了有一个参照。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就看到3辆卡车拉着1棵树，就那棵树你想有多大？他说要把它切成3段，一个卡车只能载1段树。但是现在他说我就能看到一辆卡车上面拉着30棵树。你看我们之前说上田一彦，他不是也喜欢去拍森林吗？但是这种感受又是不一样的。树在上田一彦的画面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意象，跟他本身的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强的连接。但是罗伯特·亚当斯他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拍的就是他的生活。而且他自始至终呢，拍摄题材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他一直就是围绕在美国西部这一块在转悠。很多作品就出自于离他家不远的一些地方。他自己从一开始并不太清楚自己要拍什么，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慢慢对自己的摄影、对艺术的这个追求有了一种自我的认知。他这里面其实还提到过了一些影响过他的摄影师和艺术家，其中就有一个是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这个是一个非常远古的上古大神。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呢，他是经历了一次变化。他最早期的作品就是纯的画意摄影，完全就是个油画。但是呢，他受到了欧洲那个时候新客观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在美国出生，但他回到德国之后呢，就接触到了奥古斯特·桑德啊、卡尔·布洛斯菲尔德那些人的作品之后，他会觉得哦，原来摄影可以这么直接，不需要去模仿绘画，我可以直接把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回到美国之后，他就开始拍一些这种美国的环境啊、地貌啊这些东西。亚当斯也提到过，我在图书馆里面看到他作品以后，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对他早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亚当斯呢还提到过一个影响过他的艺术家爱德华·霍普。他可能看霍普的东西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疏离感、孤独、遐想的空间，他没有明确的去说。而且亚当斯和其他的一些著名摄影师一样，不太愿意去解读自己的作品。他甚至当时引用了一个诗人的很著名的一个 quote 嘛，就是别人说你能不能解读一下你这个诗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诗人就说，难道你让我要把它说得更糟糕吗？这本书呢，也是反复被好多后来年轻一点的摄影师提及过，包括亚历克索斯都说，年轻的时候看到过这个作品集的时候，受到的启发和带来的冲击震撼都非常的大，甚至都会去模仿它，去拍一些夜景的东西。看这本 Summer Night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前面说爱德华·霍普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能在这本作品集里面体现出来。因为霍普有一个作品，你记得就是可能有一点人造物、阳光这样洒进来的感觉。亚当斯在 Summer Night里边有几幅作品也是有这种感觉，他可能用影子投射到人造建筑上的这样一种感觉，也是会有一种遐想的空间。你看这个作品也是这样，2个大的灯柱矗立在这个地方，一个广场，远处你能隐隐约约看到那个山脉，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造物出现在风景里面的东西，就是亚当斯作品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Summer Night 有一部分作品是人类社区的这种感觉。其实早前一年1984年另外一本摄影集里面拍摄的全部都是人的活动，这个非常罕见，在亚当斯的作品里边为数不多了。你觉不觉得他拍人也好，拍风景也好，他都是一种比较偏高调一点的那种灰调，它淡淡的，看上去很干净。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手法，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美国西部的日照光线的关系。他自己也有提到过，他最早去看郊区的刚开始开发的时候盖一些简易屋，他说那些简易屋在那个阳光的照射下突然绽放出了一些光芒。这个是在他出 New West 之前出了一本，就叫丹佛。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开始介入到这个主题了，但是整个的表现手法还没有 New West 那个时候那么成熟。包括那个时候他还会出现一些这种人类社区的这样一种状态，前面的这些可能是一些草图，在摸索自己的时候，当他的认知非常笃定的时候，
它整个概念就凝练在 New West 这本书上面。或者换句话说 ，Stanford 这本摄影集只能说明我是一名摄影师，但是到了 New West，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罗伯特·亚当斯了。New West 它就变得更简洁有力了，而且它非常明确的就是有自然元素，有人为的改造，但是它也会有一些比较辅助的图片也在里面，包括这种，我看很多也会拿这张照片就作为一个经典的照片，它确实也挺经典，但是我觉得这张照片在整个影集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辅助作用，它对整个画册的这样一种编排和营造，我觉得跟他学文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最后还是用他引用了另外一个诗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来结束这期节目吧 ：Having to that is the only wanting I recognize。当你觉得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他唯一所认同的一种欲望。就感觉他是觉得拍照这个事情或者艺术这个事情是他不得不去做的事情。他的生活也不是说很富有，他跟他太太也住在西部的这样一个很普通的房子里面。他就说 ，art 这个东西呢，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召唤。这个萨科夫斯基呢，他眼光非常的独到。他1967年的时候呢，就给戴安·阿伯斯跟里弗兰德兰德做了一个叫 New Document 这样的一个展览。这两位也是后来就是响当当这种大师嘛。再就是在1974年办了一个 New Japanese Photography， 这里面就有我们熟悉的森山大道、东松照明、西江英公、秋山亮二，就是一帮日本的摄影师。之后1976年，他又给威廉·艾克斯顿办了一个展览，叫彩色摄影。就是这个人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就是在他的推举下产生了非常多摄影的大师。